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前世我是一个加班猝死的打工人，怎么就重生成了一只麻雀？唉，算了，不想那么多了，重来一世，我只想躺平。检测到宿主灵魂状态，一心摆烂，零奋斗意愿，系统判定符合万灵躺平进化系统绑定条件，系统绑定成功。系统是不是又要安排没完没了的任务？不需要，本系统宗旨：躺得越平，成就越高，躺平即可成就万灵之主。新手礼包已发放，聆听万灵心声。这才是重生该有的待遇，都重生了，谁还愿意内卷啊？检测到宿主躺平行为，躺平值+1。可恶！我云华身为天下第一剑仙，居然重生在鸟蛋里。都怪舒墨那个书呆子，这辈子找到他，一定把他碎尸万段。等等，旁边这只蛋怎么一直鸟叫？有辱斯文，有辱斯文！我舒墨身为文圣，如今竟沦落为禽鸟之躯。都怪云华那个莽夫，非要与我同归于尽。此仇不报，我舒墨广为文圣。什么鬼？这2颗蛋里竟然刚好是2个死对头转生。哎呦，旁边这颗蠢蛋就算了，还敢往我身上挤，赶滚开！此蛋甚是无礼，小生定要抢先破壳，让他知晓何为长幼尊卑。好家伙，这年头连出生都要内卷，你们卷吧卷吧，我先躺了。修仙界应该挺危险的，不过我有一双大佬弟妹，只要我做他们的天使投资人，以后不就可以在他们保护下躺平了吗？太好了！行了，系统，别再跟我播报这些小事了，打扰我躺平。收到，遵从宿主意愿，请宿主持续躺平，向着万灵之主稳步前进。我叫张扬，无限猖狂，只要躺平自动变强。检测到宿主持续躺平，突破至灵兽1阶初期，体型进化。黑心系统，我刚睡着你就把我吵醒。什么声音？鹰老哥，你走错窝了！我一身斑味儿，我不好吃啊！不好，这只老鹰要伤害我的躺平保险！刚出生我就能踹飞老鹰，1阶初期这么厉害吗？这只麻雀就是我大哥。大壮、二花、三毛，你们终于破壳了，快来吃饭。二花，我堂堂剑仙，你们竟然叫我二花！三毛，此名粗鄙至极。原来这就是我的老爸老妈，不错不错，上可以啃老，下可以啃小，舒坦，正好饿了。这肉血气充足，正适合本剑仙享用。行，你是剑仙，老子忍了，老子去吃果子总行了吧？这麻雀大哥真是不识礼数，身为兄长，难道不知道孔融让梨吗？好啊，你们爱要东西是吧？那大哥现在就给你们一个完整的童年。怎么了？你们有意见？这大壮明明没有灵力，为何威压如此之大？坏了！糟了，他们追来了！好强的法力波动，爹娘到底在外招惹了何方大能？我好像看到一个黑衣服的和一个白衣服的，要接我们全家下去享福。娘亲，您怎么来了？岳母大人，您听我解释。解释，叶子，
你和小欧身为御兽宗灵兽堂在编灵兽，竟然敢私自离岗3个月！你们倒好，我打好了蛋都生了，现在全御兽宗都知道我俩从小养大的灵兽私奔了。爹，是我拐走小叶的。娘亲，我知错了，原来不是仇人，是姥姥和爷爷。御兽宗最擅长培养灵兽，对如今的小生来说，倒是一个好去处。闹了半天，是领导上门抓翘班摸鱼的员工来了，没想到我这便宜爹娘还是有正经编制的灵兽。哼！行了，别废话了，全部带回宗门。这只灰的是怎么回事？你们2只修行灵兽能生出一只毫无灵力波动的胖麻雀？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大壮真的是我们的蛋。算了，先带走。大壮，你虽然吃得胖，但身为麻雀没有灵力，得多吃一点，好好补补。知道了，知道了。行了，今天你们好好休息，明天记得去御兽宗幼兽堂学习。这大壮是猪吗？哪有刚出生就吃这么多的鸟？好饿啊！方才竟然被一只麻雀打了一顿，唉，没想到我一世文圣，如今竟落到这般地步。我就多吃了一点点，你们至于吗？吃撑了，剩下这点赏给你们2个卷王弟弟妹妹吧，赶紧吃，别说我职场霸凌你们。还算大壮有点心细。大壮此举倒是有了2分长兄风范，这叫长兄如父，懂不懂？老弟老妹，放心吧，我会好好关爱你们的。这个三毛竟然也会修炼，难道灵兽天生就会吐喃？吃饱就睡，躺平值加10，境界突破至1阶中期。麻雀来上学，你一只没有纹理波动的灰麻雀来幼兽堂凑什么热闹？一只麻雀也敢跟我们同堂，我都怕我一不小心一屁股把你坐死。哼，就是，我看他肯定是靠关系混进来的吧，不然御兽宗怎么会收这种废物？这就是传说中的狐假虎威吧？废物点心一个，还来我们幼兽堂？麻雀大壮，我要是你，我就自己滚出去了，省得被赶出去丢人现眼。一群小屁孩，我都懒得搭理你们。如果你们觉得职场霸凌一只弱小、可怜、无助的小麻雀有意思的话，那你们继续。你看他睡得跟死猪一样，还装睡呢？赶紧滚出去吧，别在这儿丢人啦！喂，说你呢，关系户，快滚出去！御兽宗不养闲人。差不多得了，你们过分了吧？尔等要试试我巴掌大力否？你干嘛？他本来就是个废物。虽然大壮确实是个废物，但也轮不到你们来说他。打了他就不能打我喽？有辱斯文，有辱斯文啊！有朋自远方来，应该不亦乐乎。什么？云华和舒墨的残魂竟然复生了！为什么我听到三毛叽叽叫会觉得头疼？好吵啊！别叫了，别叫了！我去，我点的魔王户暴力倾图了！停！都给我停！吵什么吵？课还上不上了？都给我回自己位置坐好！谁再闹腾，今天的灵果全扣了！没想到二花和三毛竟然已经到了1阶初期。不过那个大壮算什么？全靠二花和三毛撑腰。就是，二花和三毛确实厉害，但他们大哥就是个废物。麻雀怎么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麻雀小。今日月考比吐纳灵气的速度和纯度。
大家都要好好表现。第一个，二花。哇，你们看二花身上的那层红光，好亮啊！而且听说二花没像我们一样吃言语丹，靠自己就炼化了横骨，真厉害！没错，听说三毛也是，不愧是姐弟。就是那个大壮，连言语丹都懒得吃，懒死了！二花，灵气纯度上佳，速度极快，记甲上。下一个，三毛。三毛的蓝光也好稳，真厉害！不错不错，看到投资的是2只潜力股，我就可以安心睡觉了。三毛，灵气持久绵密，后劲足，记甲上。下一个，小胡。老师，我撑不住了，头晕。小胡记一下。下一个，小白虎。老师，我也不行了，气接不上。小白虎记一中。下一个，灵鹤。对不起，老师，我灵气太散了。灵鹤记丙中。行了，最后一个，大壮。你们看，大壮又在睡觉。月考都能睡着，全幼兽堂就他一个了吧？二花和三毛那么厉害，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大哥？大壮，醒醒，月考了。吵什么吵？慢工出烂活，欲速成一坨。大壮，你给我起来！打不死我的一直在打我。二花，算了，大壮乃朽木之资，虽百啄而难成材。他既无修炼之志，你啄他又有何用？大壮，你聋了！我不管你了啊！龙，可是帝王之争啊！大壮记0分，倒数第一。大壮果然是个废物。走开走开，我不要记哨考核。检测到宿主全程未参与绩效考核，完美践行躺平理念，躺平值加20，境界突破至1阶后期。欧哥，你看，大壮又在睡觉，肯定是修炼累着了。二花和三毛修炼的也很认真，咱家这3个小家伙，个个都让人省心。那当然，也不看看是谁孵出来的蛋。爹娘，你们怎么又偷偷跑过来啦？二花，娘想你们了嘛？唉，母亲、父亲，你们又翘班。灵兽管理条例第4条，不得擅自离岗。风太大，娘听不清。外面居然是大壮、二花和三毛的爹娘，他们都这么大了，爹娘居然还来看他们，好幸福啊！他们3个看起来3模3样，竟然是2只不同的灵兽生的。这便宜爹娘咋又来了？谁能救救我？哎呦，大壮叽叽喳喳的，肯定是见到我们太高兴了。救命！无命休矣！叶子、小欧，你们2个又翘班。太好了，是老爸老妈最严厉的母亲来了。娘，岳母大人，你俩才几百岁的鸟，正是奋斗的年纪，怎么可以在这儿早恋？班不上了是不是？全都给我回去写检讨。吓哭了，这熟悉的职场 PUA 语录。大壮，爹娘改天再来看你们。真让胡羡慕啊！我要是也有爹娘来看我就好了。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御兽宗，来人！
老祖，玉兽宗方向传来异动，你去查清楚到底是不是云华和舒墨的残魂。是。舒墨，总算让我找到你了。今天你这颗脑袋，我取定了。少废话，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你为何总用那种眼神看小生？我看你不爽不行吗？粗鄙，莽夫，不可理喻！哼！检测到宿主睡眠被打断，情绪烦躁，觉醒技能摆烂掌，效果扇巴掌即可镇压对手，根据宿主实力大小发挥效果。还没闹够是吧？老弟和老妹，你们是不是又飘了？还吵不吵？大哥，我错了。不畏困难，在哪里落下就在哪里躺平，躺平值加20。恭喜宿主突破至2阶，体型进化。我怎么又变胖了？这系统改名将大胃袋养成系统得了。大壮把2花3毛拍飞了，而且怎么感觉他又胖了一圈？胖有什么用？还不是没有灵气。我看大壮就是吃撑了而已。哼，好丢人，身上也好痛，好想哭。有辱斯文，有辱斯文啊！我是不是对老弟老妹太严厉了？哼，2花3毛，你们够了！大壮连灵力都没有，你们还故意假装被打飞，你们就宠他吧！你休要无人清白！2花，现在是午休时间，你们闹完了赶紧睡觉吧。干嘛捂着脸偷偷嗦粉？不爱你的狐，连你被打哭了都觉得你是在偷偷嗦粉。今日的放风历练课，大家自行活动，但是不许跑远。太阳落山前回到这里集合。不错，又可以休息了。希望老弟老妹别给我作妖。哼，终于可以自由活动了。我小生要去找找附近有没有合适的修炼资源。你怎么在这儿？哼，后山难不成是你的私产？小生凭什么不能来？行，那咱俩各走各路，离得越远越好。好走不送。老祖说书墨和云华好像没死干净，残魂波动出现在玉兽宗方向。我除了书墨也没得罪过人，到底是谁在找我？云华那厮也复活了，并且也在玉兽宗附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等会儿我们就按计划启动狼巢阵旗，引来深渊狼发生动乱，看能不能把他们逼出来。放心，阵旗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可以启动。到时候我们不用亲自出手，把动静闹大即可。不错，老祖说了，想办法找到他们的转世残魂，找到后先盯着，等摸清楚底细再动手。好，时间差不多了，我这就去通知弟兄们启动阵旗。他们竟然要布阵引狼，这些人来者不善，他们口中的深渊狼是2阶妖兽，
妖兽与灵兽不同，灵智未开，依靠捕猎本能行事。深渊狼更是天性残暴，不好对付。既然如此，我们得赶紧回去，通知玄龟老师和其他同窗赶紧逃命。别沦为了深渊狼的口粮。走！不好，狼来了！快跑！跑！我们打不过这么多深渊狼。二花、三毛，你俩怎么搞成这样？玄龟老师，快带大家跑！有人在那边布了阵旗，要把深渊狼引过来。啊，深渊狼，那可是妖兽。老师，那我们快走吧，我不想被狼吃。都别慌，排成一队，往回走，不许跑，谁都不许掉队。完了！都退到我身后来，用我教你们的办法吐纳灵气，形成结界保护自己。别慌！虽然我的修为还没恢复，也没突破到2阶，本命剑气，但本命剑气还在，暂时还可以顶住。趁现在没人注意，小生得赶紧动手。言字局，困！这个身体还是太弱了，写一个困字，就已经让小生筋疲力尽，更别说因果更重的灭字了。老师救我！别怕！老师，我的结界快撑不住了，我们是不是跑不掉了？深渊狼太多了，他们已经把我们围死了。我已经传音了，宗门的人马上就来，大家再撑一会儿。可是老师，你也被咬了好几口了，完了，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我堂堂剑仙转世，现在竟然连几个幼兽都护不住。小生身为文圣，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今竟连几个同窗都救不了。大家别放弃，坚持住，会有人来的。长工资，嘿嘿嘿。飞了！哪儿来的鬼压床？我一把糯米。这是什么情况？狼竟然被大壮的肚子弹飞了！大壮是吃的有多胖啊！完了！大壮惹怒那只狼了！救命！大壮连横骨都没炼化，够不够给深渊狼塞牙缝啊？大中午的不睡觉，谁在这儿偷偷内卷？大壮，大哥！检测到宿主面临危险，也坚持躺平，躺平值加100，境界突破至3阶初期，体型进化。就你吵醒我的是吧？怎么回事？大壮好像又胖了，而且还一巴掌把深渊狼扇飞了。这熟悉的巴掌，不愧是小生长兄。又来，你们没完了，赶紧滚，听见没？别烦我了，滚一边去！滚，老子要下班。
终于安静了，可以继续躺平了。我是不是眼花了？啊！大壮一个没有灵气的麻雀，竟然把深渊狼群打跑了！不可能吧？大壮不是连横骨都没炼化吗？二花、三毛，你们大哥到底是什么来头？没什么来头啊，我们都是一窝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哥没有灵力还这么强，而且还会忽然变胖。小生先前只觉大哥巴掌灵力非常，唉，未曾想竟连深渊狼都挡不住他一扇。难道大壮一直在隐藏实力？没想到还是被你们发现了。唉，都是同龄人，我原本没想降维打击。我以后再也不敢说大壮是废物了。大壮是我们的英雄，大壮以后定是我御兽宗顶梁柱。我这就报告给柳春长老。这废物大哥竟然这么厉害了，看来以后要少惹他生气。小生往后定当对大哥更加恭敬。柳长老，你和周长老不用来了。大壮已经把这群深渊狼打退了。什么？大壮竟然以一己之力击退了10几只深渊狼！大壮哥，这是我给你带的灵果，还有我的。要是不够吃，你和我们说，我们再去找。不错，你们几个很上路啊，那我就不客气了。昨天这群兽还叫大壮废物，今天一个个都来献殷勤，趋利避害，兽之常情也。只是大哥之巴掌，小生百思不得其解，我也想不通。反正我们以后少惹大壮为妙，小生知晓。被投喂，躺平值加10，加10，加10。知道就行，这才是我一个嫡长子该有的待遇。大壮、二花、三毛，娘听说你们被狼围了，吓死娘了！爹听说的时候腿都软了，你们没事就好。老爸老妈，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你们马上要3杀了，有感觉吗？叶子、小欧，你们2个又翘班。岳母大人，我们听说孩子出事了才来的。娘，您不能通融一次吗？不是不让你们来，是让你们下班了再来看。对，到时候我们给你们一些零食，还可以带给孩子们。现在先去上工。娘，你说真的？真的，快走。娘下班就来，你们等着娘。别来啊！谁说修仙界没有好的恐怖片？这孩子还是探不出灵力。探不出灵力，那他到底怎么打退狼巢的？那就只有一个解释了：大壮吃得多，长得胖，纯靠劲儿大。开什么玩笑！大壮竟然是纯劲儿大！那我等天行健，以自强不息的修炼算什么？算名言吧。老祖，御兽宗那边已经试探完成了。知道了，我听说当时是一只麻雀打退了深渊狼群。是，而且那只麻雀没有任何灵力波动，轮回镜也看不出这麻雀的命轨，它是个变数，你盯紧了。是。今日我有一件要事宣布，御兽宗幼兽堂第1次出任务选拔将要在3天后进行。出任务，太好了，终于可以出去见世面了，我一定要好好表现。玄龟老师，出任务选拔是要干什么呀？本次选拔只是一次会统计得分的历练课，只是让大家提前体验一下，方便以后决定自己想走什么路。那都可以走什么路呀？原来是就业指导课。御兽宗灵兽有3种工作方式。第1种，办理单独身份牌，一只灵兽单独出任务，独来独往。单独身份牌听起来很自由啊。单独干，那不就是接散活吗？有一单没一单，不靠谱。第2种，签订打工契约，和修士组队出任务，报酬按商量好的比例分，这样遇到危险了可以互相照应。
不合适也可以随时解约。原来如此，能解约就好。和人合伙创业，时间一长，总要为了分红的事闹矛盾，不行。第3种，参加零售考核，成为在编零售，到时候就可以领取固定俸禄，还有宗门的资源补贴。我知道，就像大壮他爹娘那样。既然如此，那我一定要努力通过考核。上岸了就得天天打卡上下班，太恐怖了，还是躺平最适合我。对了，这次带队的修士有御兽宗新一辈天骄弟子萧雨。萧雨师姐就是那个宗门大比上斩获头筹的萧雨师姐。如果能跟萧雨师姐一组，就是那这门课的得分一上一定能考得最高。你们都别抢，萧雨师姐肯定选我。哼，我堂堂剑仙转世，需要跟一个修士签契约？大丈夫岂能郁郁久居人下？于小生而言，是查出那些黑衣人的来历。天之娇女，那肯定是卷王一个，反正别选我就行。3天后，宗门广场，萧雨师姐和众修士会亲自到场挑选搭档，你们这几天记得好好准备，努力修炼。行，散了吧。今日是实践课选拔，需要你们一个一个上，展示战斗能力。在场的修士会从中挑选搭档，这节课有评分，得分高的有零食奖励。是。想拿奖励的就好好表现。今日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实力。二花他一招就打碎了傀儡，这也太强了吧！这个小崽子不错。我现在已经突破至2阶初期，以后需要更多灵石来修行。既然如此，本剑仙就要跟最强的修士一组，拿最高的分。如果萧雨来求我组队，我可以勉强答应。小生也来试试。困。什么？这幼兽居然会阵法？现在幼兽堂教这么多东西吗？三毛，你怎么会这个？小生是在宗门藏书阁自学的。无师自通，实属天才。我知道选谁了。你说萧雨师姐会选谁？不是二花就是3毛，反正不会选我们。要是能跟萧雨师姐一队就好了，肯定能拿灵石。我选他。谁？大壮啊！萧师妹，那只麻雀连灵力都没有，你确定吗？听说你就是那个凭一己之力击退10几只深渊狼的麻雀。发生了什么？我怎么被这个卷王卷上了？你快放了我！叽叽喳喳叫什么呢？看来你也很开心能跟我一队。行，走吧。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开心了？算了，遇事不决，先睡觉吧。老祖，御兽宗那一批幼兽要进行第1次外出任务历练。据属下观察，那批幼兽里有2只表现特别突出，属下怀疑他们很可能就是云华和舒沫的转世。这次外出，你派人对此2兽出手试探一番，看看他们的底细。属下明白。听好了，我对你的任务要求是10株凝露草、5株赤阳花、3根青藤根和1株月光枝，今日之内摘完。这么多，不愧是御兽宗天骄，果然是卷王。唉。凝露草1株、2株、3株，赤阳花1株、2株，青藤根1株、2株。终于摘完了。上辈子当打工人，这辈子好不容易成为麻雀了，还要当打工鸟。去你个人命！鸟命由鸟不由天。又叽叽喳喳什么呢？好了好了，最后1株了。根据情报，前面那个山洞里就有株月光枝，你进去拔出来就行。终于可以完成工作下班了。就是这玩意儿吧，我得赶紧拔了就走，不然马上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了。何人敢在此扰我清修？抱歉，我不知道你在此清修，这就离开。一只连灵力波动都没有的蝼蚁，也敢来拔月光枝，找死！不好，我的传音玉牌掉了。没有传音玉牌，你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下辈子记住了，这就是招惹你蛇爷爷的下场。唉，看来今天真要死到这儿了。我就知道上班内卷准没好事。算了，生死只当大梦一场，我又有何惧？你这个废物，死到临头了居然还敢睡觉，狂妄！检测到宿主生命垂危之际，仍坚持躺平，躺平值加100，境界突破至3阶中期，外表进化，觉醒新技能本命剑气。去死吧！怎么回事？刚才那一瞬间，我分明感受到了3阶中期的气息，可你身上明明没有灵力波动，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是鸟呗，还能是啥？你竟还变了容貌？难道你这废物刚才突破了？
一声血，难道光彩吗？这事儿要是被别人知道了，我还怎么躺平？你一只灰麻雀，身上一点灵力都没有，凭什么能突破到3阶中期？你问我，我问谁？系统发的，你有意见找系统去。恭喜宿主获得新技能至尊剑气，使用时可斩杀同阶对手，但对手越强效果越差。行了行了，别播报了，速战速决，我还赶着回去补觉。就算你突破到了3阶中期又如何？老子可是3阶后期，整整比你高了1个小境界。行了，别吹了，你现在赶紧滚，我就不打你，都不容易。狂妄，区麻雀也敢叫嚣！今日我非把你撕碎了不可！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这可是你自找的。这是什么？不可能！你区一只……唉，这家伙味道还行，尝起来像油条，就是有点腻。行了，吃完外卖该下班了。终于可以下班了，任务完成了，还挺快。大壮，你是大壮？大壮，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没什么，就是吃了条蛇，突破了一下。别这么看我，怪吓鸟的。吓我一跳，什么声音？有人在那边打斗，走。我这命啊，刚打完蛇又撞上打架，想躺平怎么就比登天还难？怎么又是你？唉，小生也想问这个问题。闪开！哪来的4阶妖兽铁嘴鹰？喂，你没事吧？还死不了。不好，我们打不过，快跑！跑不掉了，无命休矣！休伤我弟弟妹妹，滚开！大哥，大壮，你突然飞那么快干嘛？铁嘴鹰，这片区域明明被宗门提前探查过，没有高级妖兽，这东西是怎么冒出来的？不仅如此，刚才这阵雾恐怕也并非巧合。没错，幸好大哥救了我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小事小事，你们没事就行。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先回宗门。这件事太蹊跷了，我得去禀报柳春长老和周玄长老。有劳萧小姐。希望能把这事儿解决吧。二花、三毛，听说你们遇到袭击了。大壮的羽毛怎么变黑了，还长了金羽，体型也大了一圈。大壮身上还是没有灵力波动，可这变化分明是血脉觉醒的征兆。你是说他可能是返祖了？没错，据记载，极少数灵兽会在幼年期随着成长觉醒上古血脉，显露出特殊体征。其实80%就是系统把我的原皮看腻了，给我换了个新皮肤。对了，你们遇险一事实在蹊跷，其中一定有人作梗。没错，从上次的狼巢袭击到这次的铁嘴鹰突袭，一定是有人在故意针对我们御兽宗。那我们怎么办？什么针对御兽宗？其实就是在针对我罢了。也不知道那个该死的书墨被找到没？都怪小生连累了别人。你们最近不要离开幼兽堂，我会让人继续查，等查清楚再说。不过你们要小心，如果真有人盯上你们，下次来的未必就是铁嘴鹰。既然有人要杀我的弟弟妹妹，那不行，不然以后谁给我找吃的，谁给我干活？我还想着以后当关系户躺平呢。大壮，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想要保护弟弟妹妹们？不愧是长兄。没想到这个废物大哥关时刻居然想保护我。不过以后还是本剑先护着你吧，等我恢复实力，谁也不能欺负你。大哥他明知自己毫无灵力，竟然还要挡在我们前面。今日恩情，他日小生必当涌泉相报。太好了，感觉啃着弟妹躺平的日子近在眼前了。懒鬼大哥，快起来吃东西，我把最大最甜的都挑出来了。哼，小生摘的才是精品，每一个都是精挑细选。唉，又来了，你们俩不吵不行是吧？就这还精品？三毛，你听好了，以后大哥的食物都是我来找，你歇着就行。凭什么你来？你认得清什么灵果能吃，什么有毒吗？上次你把苦藤果当灵果摘回来，大哥吃了一口脸都绿了。我记得那个吃着像芥末，那是意外。意外？要是你不小心喂死了大哥怎么办？应该让小生来，小生饱读诗书，认得百草，绝对不会让大哥吃错东西。得了吧，就你，大哥胃口大，你能找够食物吗？你非3步歇2步，等找到天都黑了，大哥早饿死了。你有没有我不用死的结局？吵归吵，灵果还是好吃的。行吧，你们继续。大
被投喂，躺平值+10+10。行了，你难道不知道吗？现在这种情况，外面有人盯着我们，不能乱跑。小生知晓，我只是在宗门内找些食物而已。宗门内也不行，谁知道有没有内鬼？你以后都不许去了，我去就好。我比你快，他们就算想追也追不上。不可，你行事莽撞，容易暴露。而且他们针对的本来就是小生，你凭什么说他们针对的是你？现在还没查清楚，御兽宗里谁都有可能。你无需多问，总之就是小生，是我连累了你们，连累了御兽宗。你疯了！你在这瞎说什么呢？明明就是我连累了你们。二花，你休得胡言！真的是我，明明是我。难道你没听到那个名字吗？那个黑衣人说的那个名字，云华，那就是我。那小生还是舒沫呢。舒沫，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是舒沫？云华，你是云华，我杀了你！你已有屈死之道。1000年前的账，今日小生便与你一并算了。来得正好，我也正有此意。你这酸儒少在这废话，杀就是。两位至尊竟然打到山河崩裂，战至宇宙边荒，连大道都快磨灭了。唉，刚吃完又饿了。老弟老妹怎么还在那儿菜鸟互抓？莽夫！大哥，你刚吃完那么多灵果，怎么又饿了？小生一开始还以为是应劫天雷呢。也没必要这么说吧，恶语伤鸟心。哼，算了，今日我就先放过你，等给大哥找完吃食，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哼，我也正有此意，若不是怕把大哥住的木屋弄坏，小生刚才就杀了你这僧。唉，检测到宿主被持续投喂，躺平值+50，境界突破成功至3阶后期，体型进化，觉醒新技能心灵传音。心灵传音什么意思？不用张嘴就能说话，可向指定对象传达思想，无需开口。这个技能好，省得我叽叽喳喳他们也不听。我说，你们俩有没有想过，万一当年是有人从中作梗呢？谁在说话？何方高人在此？肯定是你搞的鬼！小生没那么闲，你少冤枉人。就是你，你们读书人最有心眼。哪句话怎么说来着？狗都比读书人仗义。蠢货，原话是仗义美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行吧，我就不该试图调停同事矛盾。今天先不跟你打，等我修炼突破了，化成人形之后，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哼，小生也正有此意。终于安静了，这才是鸟该过的日子嘛。你们感觉到了吗？二花和三毛的气息好像变强了好多。什么？难道他们这是突破了？不错，二花和三毛已经突破到2阶后期了，这个速度确实少见。我也好想快点突破啊！唉，我们还在2阶门口晃悠呢。今日我有一件要事宣布，万灵盟要举办灵兽大比，3阶级以内的灵兽都可以参加。3阶级以内？那我们也能报名？对，而且此次大比的冠军奖励是一枚破镜丹，可以帮助3阶后期的灵兽突破成为中阶灵兽。一旦突破到4阶，你们就能化形和辟谷了。听说辟谷了就不用吃东西了，而且还有化形，化形后就可以去人类世界玩啊！我要参加，那我也报名。虽然打不过，但长长见识也好。行，那我都给咱们班全报上名，一个不落。到时候你们都去见识见识，输了也不丢人。你们这群傻瓜，当人有什么好的？还是当鸟舒坦。玄龟老师，你放心，破镜丹我要定了。礼记有言，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如今时机已到，这破镜丹何该小生所得？哼，少吹牛！你去了也是给我当陪衬，此话该小生说才对。行了，别吵了。现在消息刚放出来，离大比还有一段时间，胜负无所谓，你们好好准备就行。老祖，万灵盟灵兽大比的消息已经放出去了，御兽宗右兽堂全员参加。很好，如我所料。老祖算无一撤，安排宗里那只3阶巅峰的黑林豹参赛，告诉他，只要是遇见御兽宗的，就直接给我往死里打。是。轮回镜占卜的结果显示，云华和舒沫的命数未尽，恐怕这次不能当场打死他们。不过无妨，正好可以顺手摸清楚那只古怪胖鸟的底细。不错，终于突破到3阶初期了，只要到了4阶就能化形。那枚破镜丹我定要拿到。我已至3阶，凭借前世底蕴，同阶以内想必都不是我的对手。破镜丹小生势在必得。哟，你也突破了，不过赢家只有一个。那枚破镜丹我要定了，你继续纸上谈兵，到时候不要求着小生让着你就是。马上大比了，我先不跟你打，等拿到破镜丹，老娘再跟你算账。小生拭目以待。不错，有热闹看了。
只要你们别打死就行。御兽宗幼兽寿堂，大壮到了没？大壮不是只喜欢睡觉吗？什么时候报的名？我记得当时玄龟老师说给全班都报名了，大壮应该也被顺手报上去了。到了，在这儿呢。啥玩意儿？我啥时候报的名？算了，来都来了，先躺再说吧。你看这只肥鸟，身上一点灵气都没有，也敢来参赛？这种废物来打什么比赛啊？我看御兽宗是没人了，拿只没开智的胖鸟来凑人头。我鸟都不鸟你们，你们找死！哟，你谁呀你？我骂这只胖鸟，关你屁事儿！大壮不管怎样都是我大哥，你骂他就是骂我。哈哈哈！你管一只灵智都没开的胖鸟叫大哥，你脑子没毛病吧？就是，身为灵兽竟然自甘堕落，对这么个玩意儿叫大哥，你也是个废物。好，你们找死我就成全你们。尔等若再敢妄言，小生便会让你们知道，君子动口也动手。他叽里咕噜的说啥呢？你能不能说人话？他说你俩再不滚，就打到你们满地找牙。这下听懂了吗？你们敢？这里可是大比现场。你可以试试。算了，这两只鸟神经兮兮的，一个一点就炸，一个说一堆天书，别跟他们废话了。太好了，有老弟老妹在，就没人敢打扰我躺平了。不过这灵兽大比，我是真不想参加呀。万联盟灵兽大比正式开始，大比以切磋为主，点到为止。规则有3条，诸位听好了。第一，主动投降者判负，对手不得继续攻击，但要起码过一招再投降，不能直接投降。那简单，打不过认输就行。对，本来就是切磋嘛，没必要拼命。第二，由于部分灵兽天性倔强，如果被打到丧失还手能力也不愿投降，但有人愿意上台替换的灵兽。那要是没人替换呢？第三，如果不投降，没人替换灵兽，那在擂台上被打死残的，概不负责。打死都不负责，好可怕！我绝对不会硬撑，保命要紧。打死都不负责，那我上去挨一招，直接投降就行。一只3阶初期的红毛麻雀也敢上来，我一口就能吞了你。口气不小，动手吧。3阶初期打3阶中期，一招打飞了。御兽宗哪来这么个怪物？我投降！御兽宗二花胜。听说刚才那只红毛是你姐姐，不知道你有她的几分实力？试试便知。防！又一个！御兽宗这次出了2个天才。听说这2只灵兽是姐弟，真是天资卓越。混！我认输了。御兽宗3毛胜。周长老，你们御兽宗这次可真是一鸣惊人啊！那2个小辈是你们一手带出来的吧？宗门培养的太好了。柳长老，贵宗灵兽培育之法果然名不虚传，2个3阶初期打3阶中期跟玩似的。哪里，我们也没怎么教，都是他们自己长得好。对，我们没费什么心，就是给点灵果让他们自己练，主要还是孩子们自己有天赋。哎呦，2位长老谦虚了，没有你们给打基础，天赋再好也是白搭。柳长老，我冒问一句，那2个小孩以后有没有打算签打工合约？对，我们青木宗外勤任务多，灵石给的足，要是他俩愿意来我们宗出外勤，条件绝对是最好的。周长老别听他的，我们凌霄宗报酬更高，而且此次任务都有丰厚分成。哎呀，他们还小，现在说这个太早了。 2个小辈连战连捷，看得老夫都羡慕了。前辈过奖了，孩子们运气好罢了。运气好，能打败3阶中期的对手，光靠运气可不行。不过2位长老还是别高兴得太早为好。大比上面上场的是谁，可不好说。希望到时候2位还能笑得出来。2花选手已经10连胜，还有没有想上台挑战他的？万妖宗黑林豹，请指教。什么？那不是万妖宗3阶巅峰的黑林豹吗？去年冠军就是他。我想起来了，去年他才3阶中期，凭借攻防一体的天赋，也是越级打败了别的灵兽，也是一位1顶1的天才。我来陪你玩。好快的速度！你以为你躲得过？这黑林豹的速度也太快了吧！不仅是速度，他的力量也无比强大，身上的黑鳞更是让他拥有极高的防守能力，简直就是完美的战斗型灵兽。不对，他招招都奔着要害而来，这根本不是切磋，他是想直接杀了我！出来，给我斩！你确实还有几分实力，不过对于我的外皮来说，这些小伤连挠痒都算不上。正常3阶巅峰的灵兽不可能因我本命剑气还纹丝不动，而且他的所有战斗表现都远超3阶巅峰。我要是你，现在就滚下去，让御兽宗其他能打的上来送死。不行，我必须拖住他。
如果他真用了什么手段导致短时间内实力暴涨，我现在下去换谁上来都是死，我至少还能撑一阵。去死吧！御兽宗三毛，替朕二花，技不如人，便莫在此丢人现眼了。这枚破镜丹只能是小生的。现在不是你吹牛的时候，这只黑灵豹不对劲，它根本不是正常3阶巅峰的实力。小生知道，正因如此，小生才更要上来。小生若不上，御兽宗其他同邦根本没有投降的机会，便会被直接打死。所以追千万人无往矣。又来一个送死的也好，省得我一个一个去找。困。就这。蠢货，别犟了，快认输！不认。周长老，你们不能上去，大比规矩，外人不得干预。柳长老，你们御兽宗要是坏了规矩，以后还怎么在九州立足？让开！没看到那只黑林豹在下死守吗？我家崽子命都要没了，我管你什么规矩！二位长老，这是想坏了规矩去救人？玄机，你是不是故意安排黑林豹下死手的？大比规则清清楚楚，怪就怪那个三毛倔得很，不肯投降，这也要赖到老夫头上。二位，你们要真冲上去，那就是在打万灵盟的脸，是告诉全天下御兽宗不守信用。那又如何？今日我拼死也要带三毛走。拔剑就是，我就知道以周旋和柳春的性子，一定会当场动手。不过我也没想过能当场打死他。本次大比主要是为了探查命鬼的怪鸟，二位何必动手？依老夫看，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什么办法？你们御兽宗其他那些小崽子连2阶都不到，想上也上不了。所以呢？你们宗门内不是还有一只叫大壮的胖鸟吗？听说他可是击败过10几只深渊狼，而且还是三毛的兄长，替他上台不是正合适？你少胡言乱语！就算大壮上去也是送死。送什么死？他连10几只深渊狼都能击退，怎么可能会被黑林豹一爪子拍死？如果他愿意，这次你我要在擂台边站着，一旦情况不对，直接去把大壮捞出来。我们会去问大壮的意见。正好，让我看看这只古怪的胖鸟到底有什么本事。谁啊？大壮，醒醒！你弟三毛快被黑林豹打死了，你愿不愿意上去替他？我打黑林豹？真的假的？大壮，你听我说，你上去之后不用打，先挨一招，然后直接投降就可以。啥玩意儿？还要先挨一下才能投降？行吧，反正也就一下，忍忍就过了。没错，到时候你就站着不动，挨他一招，不管多疼，挨完马上摇这面白旗，比赛就结束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投降也是躺平的一种，这我熟。你点头就是同意了？好孩子，上吧。放心，情况不对，我们直接上去捞你。就决定是你了，去吧，大壮！御兽宗大壮替换三毛上场，比赛继续。什么？那不是那只没有灵力波动的废物胖鸟吗？造化弄人，没有灵力还敢上去？怎么回事？刚才睡得迷糊，没听清楚。我老弟怎么被打成这样了？大哥，他怎么上来了？他连灵力都没有，不行，小生不能让他替小生挨打。小生堂堂文圣转世，今生竟要兄长以命相护，何其无能，何其荒谬！大哥，小生对不起你。大哥，这黑林豹下死手，我和三毛都被打了个半死，你千万别跟他硬打，挨一招就直接摇旗投降，听见没有？唉，二花这伤势起码也得养上2个月。可惜不能打死那2个废物，不过没关系，正好让我来称量这个古怪的麻雀到底有什么本事。什么？称量我？好啊，原来把我老弟老妹打到半死，就是为了这个。领导称量我的 KPI， 你这个月的 KPI 又没达标，再这样，下个月我直接把你优化。同事掂量我能否升职，就他，学历这么低，活该这么多年都不升职。陌生人打量我有没有本事？你穿成这样能有什么钱买金子？赶紧滚出去，不走我叫保安了。前世我一辈子活在别人的乘凉评判里，好不容易重生成鸟，结果还有人把我弟弟妹妹打个半死，就为了掂量我有多少实力。哼，怎么不动了？不会是被吓傻了吧？够了，
前世次次忍，天天忍，忍到死也没人在乎。如今我不想忍了。看来我确实把你吓得不轻，可惜会飞也没什么用，我的速度和力量不是你能比的。完了完了，这只胖鸟竟然还敢飞起来跟黑林豹对峙，这不是找死吗？今日我便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实力，够不够给我塞牙缝？你做梦！我张扬不是一件等着别人称重估价的商品，不是谁都能来掂一掂量一量的。怎么可能？一只没有灵力的胖鸟，怎么会有这种力量？哼，少废话，吃我一掌！不可能！老子从没见过你这种怪物，我跟你拼了！为什么？明明你连灵力都没有！既然你还不投降，就不要怪我狠心了。黑林豹消失，胜者玉兽宗大壮。什么？大壮竟然打败了黑林豹？他身上不是没有灵力波动吗？对呀，他不是个连横骨都没炼化的废物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大壮那几招太精彩了，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吧？大哥，你没事吧？没事，大壮你会说话了？你什么时候会说话的？就刚才，可能是血脉突然觉醒了，连带着横骨一起炼化了。什么炼化横骨？我只是在用心灵传音加上对口型而已。那你身上真没事？刚才那个黑林豹可是下死手的。真没事，皮外伤，就是翅膀蹭破点皮，不碍事。对了，大壮，那刚才你的那些招数是怎么回事？那个啊，我自己悟的，叫摆烂掌和至尊剑气，具体原理我也说不清，反正遇到危险的时候挺好用。你自己悟的？是。对了，三毛呢？在附近客栈，回春丹已经给他喂下去了，已经好多了。那还愣着干嘛？我们赶紧去看看。好，我们走。此鸟没有命轨，还实力难测，必是阻碍我大计的异术。三毛，你怎么样？大哥，你来了，听说你赢了。赢了。你没事吧？那只黑灵豹下手。我没事，好着呢，刚会的，可能是血脉觉醒，把横骨顺带炼化了吧。惊喜吧？刚才大哥一开口，把我们全吓一跳。我声音这么可爱，也没那么吓人吧？三毛，先把药喝了。刚才那一碗你只喝了一半。姥姥，这药太苦了。苦也得喝，谁让你逞强？要不是你哥上去替你，你这条命都得搭进去。知道了。好苦，好苦。三毛这一身伤没有伤到根基，但得养一段时间。还有二花，你们俩最近补血养气的丹药都得加倍吃。我再去库房看看回春丹还够不够，你们老实待着。我跟你一起去。困了，大哥。这次谢谢你。小生也是。行了，自家兄弟姐妹有什么谢不谢的？对了，之前和你们说的那件事，你们有考虑过吗？大哥指的何事？当年你们的事，可能有人作梗。大哥，这破镜丹是你的，你赢回来的，你吃。小生也赞成大哥吃。我不吃，我睡觉就能突破，吃这玩意儿浪费。睡觉就能突破？远古血脉这么厉害？谁知道呢？那也不行，这冠军奖励本来就是你的。没错，大哥你若不吃，小生心里过意不去。我说了不吃就不吃，你们俩谁要谁吃。要不你吃？小生不吃，你吃。你这是看不起我吗？非要把这破镜丹让给我？我云华不靠它照样能突破，而且比你快。你这话就是觉得小生不如你。我哪有？你就是那个意思。你少冤枉我。反正小生不会要你的施舍。我施舍你什么啦？唉，有人吗？进。萧雨师姐，你怎么来了？萧姑娘，我刚出完任务回来，听说你们在灵兽大比上受了重伤，特地过来看看。多谢担心，我们现在已经没事了。破镜丹，你们这是？萧雨师姐，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大哥非要把这丹药让出来，我们两个也都不想独占。我说怎么没进门就听到你们吵架，原来就为了这个。萧雨师姐，你有办法的话，再弄一颗来呗。大哥，你瞎说什么呢？破镜丹又不是路边灵果。行，他真的去了。
小生则好意思。我突破到3阶巅峰了，小生也突破到3阶巅峰了，太好了，咱们终于都到3阶巅峰了，这2个月的苦修没有白费。对了，大哥呢？他怎么样了？算了，大哥还是老样子，别吵他了。萧雨师姐，你回来啦！萧姑娘，刚回来，你们怎么样？我们俩都到3阶巅峰了，多亏了这2个月的静修。不错，比我想的快。喏，你要的破镜丹。这是破镜丹。萧雨师姐，你竟然真弄来了！我去了趟西荒秘境，里面有一株千年玄霜灵芝，采下来换的。那个任务很难吧？你自己去的吗？不过对我来说还好，也不是第一次去了。任务凶险，我姐弟2人怎么能平白无故拿走此丹？行啦，别这么客气，丹药放我这里也是放着，不如给你们吃。可是最近没人来御兽宗找事了，安全了很多。等你们伤好了，我出任务的时候，你们帮我打下手，赚点任务积分抵账，行不行？啊，真的？真的。刚好你们2个也到了3阶巅峰，等突破4阶就可以成为我的得力帮手啦。请萧姑娘放心，我等一定竭尽全力。好。吃。太好了，终于可以化形了。礼记有言，凡人之生，形具而神生。今日方知此言不虚。哟，你也变回人啦？小生本就是人，何来变回一说？行，看在你当时替我上场的份上，今天就不跟你计较了。小生上场是为了诸位同窗，不是为你。反正你上去了，这事儿我记着。对了，你能照出你的本命法技吗？不能，扇子没有回应。我也一样，本命剑也换不出来，可能需要再修炼一段时间。只能如此了。大哥，别睡了，你看我们化形了。啊，不错，像个女侠。你也不错，像个教书先生。正所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既然大哥，老弟别念了，困。你们是谁？来这儿干啥？是我啊，二花。小生是3毛。你是二花？你化形了？对，我吃了破镜丹突破了。二花贤妹，你这身红衣太好看了。3毛，你这身也好看。衣冠端正而已，不值一提。对了，二花，那以后你还认我们是你的同窗吗？那当然了，咱们可是那什么山来着？低山臭水遇噪音。没想到大哥你还是个文化鸟。兄长此言不错。行了，上课了，都别吵了。今日我要讲一件重要的事。最近各地天魔裂隙越来越多，你们知道天魔是什么吗？不知道。天魔非人非兽，是从众渗出的污秽之气所化。他们没有实体，却会自动攻击我们天苍界修士。这么可怕？那要是我们遇到了怎么办？好，以你们现在的修为，恐怕连1个照面都撑不住。老师，我听说万年前的天魔大乱是无数修士联手镇压，是真的假的？没错，当年天魔大乱十分惨烈，靠各宗联手才勉强封住裂隙。最近裂隙松动，恐怕有大事要发生。欧哥，你看，咱二花化形了。我看到了，3毛也化形了。咱家崽子出息了。爹娘，你们怎么又翻窗？就不能走正门吗？哎呀，平时偷窥幼兽堂习惯了，看见窗户就想往里钻，门不门的先不管。二花，我的二花，你终于化形了。3毛，你现在像你爹年轻时候化形的样子。哎，
就是2和3毛现在没毛了，一下子变丑了。没错，现在2和3毛光溜溜的，真难看。娘，我们这人形在修仙界算高颜值了，真有那么难看吗？小生也自认这副皮相尚算端正。当然难看了，要不然我们俩为啥不化形？你要有羽毛才好看。那我们也不能一辈子都不化形吧？反正你们现在都不可爱了。我点的魔王护呢？假枪啊！咋回事？还是大壮好，没化形毛茸茸的。早知道我也想办法化形了，不然也不会被捏成这样。叫你们来只为一件事，今天萧雨来找我了。萧雨师姐，她说什么了？她想带你们一起出去历练，问我同不同意。我们当然愿意，我们之前答应过她的。没错，萧姑娘之前帮了我们大忙，我们自然要还她人情。那好，你们这次就跟着萧雨去天州，那边出现了一个秘境，他接了探查任务，正好缺人手。而且那个秘境传说是一个大能留下的洞府，里面留了不少宝贝。宝贝？那感情好啊。你只听到宝贝，没听到探查2个字，那地方未必安全。那也比在宗门闷着强。行了，你们2个小崽子别一开口就吵架了。我跟你们说正事。什么事？你们现在化了人形，外人认不出来，身上还带着我们之前给你们的隐藏气息的法器，不出意外的话，一定是安全的。对，但你们不要因此肆意妄为暴露身份。最近天魔裂隙越来越多，天州也不太平。出去之后记住凡事小心，别逞能。放心，我会保护好大家。小生会看着他，不让他胡来。谁要你看着？行了，3天后出发，回去准备吧，别忘了把大壮带上。大哥肯定得跟着，不然谁喂他？天州？随便吧，反正到哪儿不是躺平。自有老弟老妹将我护至身后。听说了吗？天州那边的隐世秘境最近现世了，好多人往那边赶。据说这个秘境原本是1000年前那个下落不明的月渊的洞府。月渊，当年3大天才之一的那个万象尊者，他怎么会下落不明？他不是应该早就飞升了吗？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当年万象尊者月渊和焚天剑仙、乾元圣人并列3大天才，结果只有焚天剑仙和乾元圣人飞升了，月渊至今下落不明。没错，而且剑仙和文圣飞升之后没多久，他们2个的宗门不知道为什么被人找上门踢馆，一夜之间就没落了。什么？那这件事到底是谁干的？当时没人查吗？当年的痕迹被人刻意抹去了，而且事情过去太久了，众说纷纭。世事难料啊，造化弄人。想想当年他们几个多风光啊，没想到一个下落不明，另外2个飞升之后，宗门反遭人端了。当年的事如果不是你做的，那到底是做的？你问小生，小生还想问你呢。你少装，你也少来冤枉人。怎么了？没事，就是想起以前的一些事，不太开心。你们是不是听到人家说那个月渊没有飞升，担心自己也无法飞升，所以心里不痛快了？谁知道怎么回事呢？这1000年之内都没人再飞升过了。什么？1000年都没有人再飞升过？为什么？谁知道呢？大家都说是我们天苍界修士们的气数尽了。不对，现在的灵气很充沛，明明和之前没什么区别。灵气既未枯竭，却1000年无人飞升，这其中必有蹊跷。这人可真多啊，怕不是半个修仙界都来了吧？那可不，毕竟是1000年前3大天才之一月渊的洞府。虽说他没飞升，但这等大能的遗葬，谁不想搏一搏？你们看，石门好像要开了，快做好准备！我听说里面宝贝多得很，随便捞一件都够吃一辈子了。这秘境还挺大，虽然破败了，但能看出来以前的豪华。毕竟是月渊的洞府嘛，月渊身为当年3大天才之一，肯定气派。哎，你们看，那边有个东西。救命！救命！这是天魔啊！住好！混账！试试我的本命剑心！这位仙子好生厉害，仅凭几道剑气就把天魔打倒了。这姑娘谁啊？这么猛？不对，你们看，完蛋了，出口被封了，
根本打不开，我们都出不去了，怎么办？这里这么多天魔，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别吵了，列阵站好，随我应战。救我！盾面，无妨，起来吧。总算打完了。刚才那几只应该是低阶天魔，但比之前遇到的难缠。这些天魔好像越来越像传说中一样恐怖了。裂缝没有关闭，看来不知道还会出来多少。大家先别掉以轻心。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都打了这么久，它怎么还在？该不会还要再出来一波吧？我们可扛不住了。不对，你们看，那裂缝在动，好恶心！它怎么还会动？从来没听说过天魔裂隙会自己移动。别管了，赶紧找出口。这个门好像可以打开了。不对，这裂缝出现的时机太巧了，而且它往深处移动。天魔向来混乱无序，从未听过裂隙自行移动，此事必有蹊跷。我觉得这东西和我们之前的事有关。小生也有同感。追！又跑又跑，就不能找个地方让我好好睡会儿吗？天魔裂隙跑哪儿去了？这里有东西。不好，这好像有机关。都没事吧？小生无碍。看那边，前面有光。这道门的气息和刚才裂隙一模一样。退后！这是什么鬼东西？我在古籍中见过，这是中阶天魔。看来那退系一路引我们过来，就是为了让他现身。这东西不好对付。这就是中阶天魔的实力吗？我等虽已修炼到4阶，却毫无还手之力。生主，可恶，到底该怎么办？砍掉了？什么？他会再生？哥！刚才差一点我就没了。唉，行了行了，你们待着吧。当大哥真是不容易，早知道晚出生1个时辰了。大哥，你小心，中阶天魔的触手会再生。不对，刚才被大壮打碎的那根好像没有再长出来。什么？真的没有再生？大哥，这是怎么回事？谁知道呢？反正我把他打跑就是。就你打扰我躺平，还欺负我的躺平合伙人是吧？哼，想逃，定叫你有来无回。镇杀！哦，他一直这么强吗？怎么回事？撑住！余华，书墨！给我干哪儿来了？这还是阳间吗？这是哪儿？这里是永界，应该是永界猎路过把我们收进来了。永界还真不是阳间啊？那我们怎么办？必须快点出去。永界现在是安稳期，一旦进入活跃期，就会出现时空乱流，到时我们会被直接撕碎。不好，快蹲下！干嘛？这不就是线吗？那不是线，那是天下生灵们的命轨，不能碰，否则会沾染因果，一旦反噬，后果不堪设想。什么？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呢？每个生灵都有自己的本源和命轨，这些东西平时就漂浮在永界里。老弟，那我们怎么找到出口？如果我们还能找到那扇发黑光的门，应该就能回去。好，分头找。你为什么我感觉这么熟悉？我们的本源，我们不是已经死了吗？这是我们前世的本源，你我已经飞升，本源已突破命管束缚，只要神魂尚存一息，本源就不会轻易寂灭。
我感受到了，仙途回来了，我的本命剑就在我的神识深处。小生也感受到了，我的本命字正在复苏。如今你我修为还太低，不足以支撑本命法器现世，只能等炼化本源修为提升之后才能照出来。好，那就等回去修炼好再说。老弟老妹，别聊了，我找到出口了，赶紧走。你找到了？那边有一道黑光的门，跟来的时候一样，赶紧的，我还等着回去睡觉呢。啊，是你？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里？他是谁？别紧张，这位是李旭前辈，炼虚境强者。另外2位道友呢？还有那只胖鸟呢？天魔裂隙突然把他们3个吸进去了，被天魔裂隙卷入其中，怎会如此？请前辈出手，救我师弟师妹！老夫也无法强行打开天魔裂隙。萧雨师姐，怎么这么多人？诸位师，他们竟然活着出来了！ 2位小友，你们是如何从天魔裂隙出来的？我们并非掉进了天魔裂隙，而是掉进了永界。原来如此，看来你们是被路过的永界卷入其中，运气不错。那是什么声音？退后！这是高阶天魔！他被拖回去了。大哥！大哥！大壮，你听不听得见？没用的，门打不开。那怎么办？难道只能等大壮自己找到回来的路吗？万一他掉进了天魔裂隙，可怎么办？我要强行照出本命剑，展开时间和空间，把我哥找回来。怎么可能？二花，那可是时间和空间啊！就算是天上10万仙人，我照样斩得。如今你的修为根本支撑不起你使用本命剑，你强行召唤，会燃烧你的生命本源。那如果我什么都不做，这扇门你开也不开。萧允神魂终不毁，诸天因果我独开。听不懂，反正我知道你跟我一样就是了。他要以燃烧本源为代价，强行开启时空裂隙。小友不可！你可知你此番强行开启时空裂隙，若再有高阶天魔出现，不仅是在场的诸位道友会遇害，更会害了天苍界众生。滚开！少跟我废话，不然我也让你尝尝仙途的滋味。狂妄！一个宵小之辈而已，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怎么回事？快，小生困住他们了。出来，为我兄长展开一战生门！我怎么又回到永界了？还带着这玩意儿一起？唉，我就想躺平，怎么这么难啊？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一进来就追着我打？不行，这高阶天魔跟之前那个中阶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伤害打满了还不掉血，阴不阴？没用，根本打不动。这高阶天魔不消咋玩？完蛋，我要撑不住了。那是天下生灵们的命轨，
不能碰，否则会沾染因果，一旦反噬，后果不堪设想。喂，大家伙，你不是要杀我吗？来啊！终于上当了，可算解决了。不过现在门在哪儿？我该怎么回去啊？好累，身上也好痛。他真的把门打开了，老夫还是第一次见有人能徒手展开时间和空间。不对，那把剑。大哥，大壮，你听见了吗？出来啊！大壮，快出来，门开了。永界里时间和空间都是混乱的，如果大哥不在出口附近，根本找不到回来的路。难道大哥真的回不来了吗？别哭，小生有办法。什么办法？你已经为大哥开了一道生门，下面就让小生来为他寻一条生路。怎么做？你过来，看着他们就行。玉清善，亦有云：生生之谓义，天地之大德曰生。乾坤以生养万物为心，雷霆雨露莫非生恩。今小生以一身之命，引天地生灵之气，化归此途，以我本命字，为我兄长引生路。这是怎么回事？他也用燃烧本源为代价，强行催动了他的本命字。三毛也燃烧了本源。李前辈，你快带我们冲上去阻止他们吧！不知道他们还要做什么妖。行了，都别动！啊，李前辈，为什么？别问了，你们不想死就给我出来！大哥，你一定要找到回来的路。兄长，我们一起回家。李前辈，你们刚才到底为什么不让我们阻止他们？对呀，那两个人又是强行开时空裂隙，又是燃烧本源的，万一真惹出什么祸事来，我们天苍界怎么办？您要是不说清楚，我们出去之后就去找别的大能一起来阻止他们。1000年太久了，久到大家都忘了被那3人所统治的时光。3人？哪3人？1000年前，天苍界出了3位天才：焚天剑仙、乾元圣人，还有万象尊者。我们今天探索的这座洞府，正是万象尊者的遗迹。可这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那2个人有什么关系？你们方才看到的那位红衣女子，就是1000年前镇压一个时代的焚天剑仙云华。什么？您是说，刚才那个其他人口中的二花就是焚天剑仙？是，正为一仙一剑一人屠，千秋万古尽臣服。怪不得他能一剑展开时空废隙，那他旁边那个书生难道是？没错，大哉乾元，万物滋始，乃统天。那位书生正是乾元圣人书墨。那我们刚才还想冲上去阻止他们，岂不是逾矩了？所以我才拼命劝住你们。若是你们去了，那就是送死。这几位大能之间的事，不是我们能够插手的。多谢李老救命之恩。起来吧，你们能明白就好。此地不宜久留。什么东西？好温暖，好像有人在叫我。奇怪，我不是孤儿吗？会是谁呢？大哥，你一定要找到回来的路。兄长，我们一起回家。回家？回家好啊，回家可以躺平，不用上班，就是有点孤独。真好，我回家了。大哥，大壮，愿吾兄千秋万载，自有归途。大哥，你终于回来了。大哥，你没事吧？有点火鸟微死。对了，回春丹，我这儿有回春丹。我还要吃，再来1颗。能吃就好，能吃就没事了。检测到宿主在无时间、无空间之地坚持躺平，并获投喂，躺平值已满，境界突破至5阶中期，外表进化。
那是躺平吗？那是老子快死了！玄机前辈，我等接到密令赶来开宗门大会，却发现御兽宗没有被邀请，这是为何？对，我们16个宗门与御兽宗都是当世的一流宗门，平日开宗门大会都是我们17宗一起。今日您召集我们，却不叫御兽宗，总得有个说法吧？而且为何要密召我们过来，不公开议事？这不合规矩。在为大家解释之前，我希望诸位能好好想一想，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前辈请说。想必大家听说了，天州那边就连万象尊者留下来的遗迹里也出现了天魔裂隙，如今裂隙遍布九州，越来越多了。没错，我们凌渊谷也出现了裂隙，我们那边也是，短短半个月已经有3处了。你们可知晓，传说当时无数天魔涌出，天苍界生灵涂炭，赤地千里。自然知晓，传说中是当年的前辈们拼尽全力，前赴后继才阻止了那场浩劫，但也仅仅是封印了天魔裂隙。那如今裂隙越来越多，是不是代表当年的封印松动了？那怎么办？如果浩劫再次降临，我们天苍界如今修士气数已尽，已经1000年没人能飞升了。为什么天魔浩劫还有末法时代全都被我们赶上了？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天魔裂隙的封印会松动？前辈，难道您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我不仅知道原因，我还知道是谁干的。是谁？御兽宗里的一只灵兽，那只叫大壮的胖鸟，就是他和天魔勾结，里应外合，在天州秘境中趁乱打开裂隙。一只胖鸟能勾结天魔？玄机前辈，您开玩笑呢？对呀，前辈，这说不通吧？一只鸟能跟天魔扯上什么关系？我还说我是焚天剑仙的传人呢。我想起来了，上次灵兽大比就是那只鸟打败了3阶的黑灵豹，可它身上一点灵力都没有，怎么做到的？说不定是修体术的呢，不能凭这个就说它勾结天魔吧？对啊，而且我见过那只鸟，胖乎乎的，看起来憨厚的很，不像那种会干坏事的主。玄机前辈，您是不是闹错了？怎么可能会是那只胖鸟？我知道你们觉得我疯了，但等一会儿你们就不会这么觉得了。这是什么？这就是那只鸟的羽毛，是我让人在秘境里捡回来的。你们仔细看看，这羽毛上面有天魔气息。现在你们还觉得我在开玩笑吗？可是天魔气息混乱也正常，不能光凭一根羽毛就定他的罪吧？对啊，他当时在秘境里沾染上天魔气息也很正常，说不定是打斗时沾上的。是，而且他一只鸟怎么和天魔勾结？他连化形都没有，这说不通。哼，我知道你们不信，既然如此，就让轮回镜来告诉你们真相。太虚渺渺，命轨昭昭，今以镜照之，现其本真。御兽宗大壮现。前辈，这是什么意思？轮回镜是上古至宝，绝不可能出错。如大家所见，这只胖鸟的命轨不存在于这天地之间，它是一个无有命轨之人。这没有命轨？怎么会有生灵没有命轨？天苍界亿万生灵皆有命轨，除非他不是这一界的人。他若是从域外而来，谁知道会不会和天魔来自同一个地方？难怪他没有灵力，却能打败3阶黑灵豹。这只胖鸟根本不是我们天苍界的生灵。那你们现在还觉得它是一只无辜的鸟吗？若他真是域外天魔的内线，那我们怎么办？毕竟他身靠御兽宗，柳春和周旋内司又极其护短。据我所知，再过一段时间，周旋、柳春就要闭关。您是说，到时候我等趁机攻入御兽宗，将此贼子抓起来处决。我有点事想问你们。什么事？其实你们2个并不是普通人吧？没错，其实我们是焚天剑仙云华和乾元圣人舒墨的转世。什么？那你们还叫我师姐，我不是占大便宜了？这有啥呀？你帮了我们那么多，叫你一声师姐怎么啦？萧姑娘不必介怀，不论前世，只论今生。我还是不习惯，以后你们叫我名字就行。好。不过这件事，我觉得还是告诉柳春长老和周玄长老为好。我们考虑一下，毕竟有人针对你们，外面也不太平。与其哪天让消息从别处漏出去，不如主动跟他们说清楚，还能让宗门为你们兜底。你说的对。行，我先走了，你们好好想想。2花3毛，你们把我们叫来干嘛？
我们有一件事要跟你们说。什么事这么严肃？这话要从1000年前说起。我们根本没想到，你们2个小崽子竟然这么厉害。那大壮呢？他也是什么大能转世？不是，兄长就是兄长，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就是血脉返祖。幸好还有一个大壮没那么吓人，不然我这心脏受不了。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大哥不爱出门，要留在宗内休养。我和我和舒墨打算跟着萧雨出任务。没错，与其留在御兽宗等着针对我们的人找上门，我们倒不如往外面跑，让他们找不到。你们自己决定就好，不过出去之后万事小心。检测到宿主长期躺平，躺平值已满，即将突破至6阶血脉进化。突破后，宿主将获得被动技能化形，是否进行突破？未检测到宿主回答，默认同意。突破开始，画像过程中，宿主将保持沉睡状态。御兽宗众弟子听好了，我不想跟你们动手，把御兽宗大壮交出来。他勾结天魔，证据确凿，我只要他，御兽宗上下我们都不会动。不许抓大壮哥！大壮哥是好孩子，他从来没害过任何人，你们凭什么抓他？为什么？就凭天魔裂隙越来越多，御兽宗大壮勾结天魔证据确凿。今日我等为了天苍界，誓抓此贼。没错，我等也不想伤人，我们保证你们把他交出来，可保御兽宗上下安然无恙。何苦为了他搭上整个宗门？你们少在这假惺惺！什么狗屁证据？大壮是什么样的孩子，我们比你们清楚。玄机，你敢动我儿子一根毛，我跟你拼命！没错，我儿子是什么鸟，我比你清楚，他绝对不会勾结天魔。够了！去，把御兽宗大壮给我抓出来。3日后，16宗会在中州广场公开处决这只勾结天魔的异鸟。玄机，你无耻，你不会有好下场。届时，除御兽宗之外，所有修士皆可观刑。老祖，消息已经放出去了，现在整个九州都知道了处决御兽宗大壮的消息。很好，消息传得越广越好。届时云华和舒墨一定会来。老祖是打算引他们前来救人？没错，只要他们敢动手劫人，我就能以公然借由勾结天魔的名义，让整个仙界联合讨他们。老祖英明。我最近忙着修炼，确实没有腾出手去收拾他们。借天下人的手，不是更好？属下明白，这就去安排。你们来了，里面的守卫呢？被我暂时引开了，现在这里只有我守着，你们赶紧进去，我在这里给你们望风。多谢小姑娘。多加小心。想到办法没有？守卫太多，四周还有阵法波动，看来不能硬闯。那怎么办？总不能看着大哥被处决吧？此异鸟勾结天魔，证据确凿。为警示众生，今日午时3刻，先以锁魂钉钉其灵脉，再以离火焚其身，使其神魂俱灭。此乃勾结天魔者之下场。锁魂钉、离火，他们这是要他魂飞魄散，那我们还等什么？先别急，如果我们直接出去劫囚，会跟整个天苍夜敌，而且会坐实兄长罪名。我等可以作为人证，先上去和他们理论一番。你确定能行？行也不行，一试便知。在下御兽宗3毛，御兽宗大壮乃是我兄长，小生愿以性命担保，他从未与天魔有过任何勾结。御兽宗的人，不是说了御兽宗不许入内吗？你来做什么？小生前来是因为这其中有误会。当时我与兄长同在秘境之中，我亲眼所见，他从未与天魔有过接触。普通，一只没有命轨的灵兽，一只羽毛上附着天魔气息的灵兽，你告诉我普通？就凭你一面之词？永界命贵无数，偶尔找不到也并不奇怪。我兄长羽毛上的天魔气息，则是在秘境中沾染。敢问前辈，难道那些与天魔战斗过的修士，也都是勾结天魔之人吗？他说的好像也有道理。那秘境里到处都是天魔，沾上气息也正常。我觉得那书生说的没错，不能光凭一根羽毛就定罪吧。诸位，轮回镜是上古至宝，从不出错。
这鸟没有命轨，便是域外之物。一个域外之物勾结天魔，里应外合，意图扶覆灭天苍界。难道诸位要因为一个书生的几句辩解，就放过这样一个祸害吗？玄机前辈说的对，轮回镜确实不可能出错。是啊，万一是域外天魔的探子，目的就是为了打开第二次天魔浩劫，就麻烦了。闹吧，最好闹得再大些。够了！你个跟这帮蠢货废什么话？他们就是欺负你舒墨是个读书人。那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问剑16宗。既然说不通，那便没什么好说的了，拔剑就是。你们要干什么？这里是可中肉广场，天苍界16宗修士都在此处见证，难道你们还敢动手不成？有何不敢？你们都敢当众处决我兄长了，我二人还……够了！焚天诛海！那是什么？为何气息如此恐怖？怎么回事？我刚睡醒，怎么就这么大动静？我去，小妹，这是啥？你这是要烤熟你老哥啊！检测到宿主突破至6阶，成功化形，觉醒特殊技能回影石，每天可调取1次过去任何地点、任何时间段的留影。大哥，你化形了！大哥，快下来，我们快走！玉兽宗大壮，你还敢狡辩？你身上有天魔气息，而且轮回镜也照不出你的命轨，你敢说自己不是域外？我当然没有命轨了，因为我确实来自域外。不过老子是来自蓝星，而不是来自都是超雄生物，只知道战斗爽的天魔界。你为何沉默？是不是心虚默认了？行了，我有办法证明不是我勾结天魔，你们自己看就是。你有办法？什么办法？此物名为回影石，可回了过去，可回溯过去场景。那我们就来看看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死，这小子为什么会有这种宝物？不过当时我的手下并没有露脸，无论他们怎么攀扯，我要死不认就是。这真的不是他放的？这个故意打开天魔裂缝的人到底是谁？玄机，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事你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解释？你处心积虑，非让我们抓住玉兽宗大壮到底所谓何意？你最好如实招来，天魔裂隙和你有没有关系？不能在这里暴露。第二次天魔浩劫将至，届时天气机会彻底混乱，到那时我再亲手收拾这天苍界也不迟。没证据就不要瞎说。行了，老夫忙着回去闭关修炼，没空跟你们攀扯这些。大哥，我们准备去万妖宗了。去干嘛？去血洗万妖宗吗？不是，如今我与云华已经炼化本源，冲击到了9阶，而玄机已经闭关3年没有动静。我们想他没出关，去万妖宗探查一番，看看他到底在搞什么鬼。那要是被发现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我们都9阶了，真被发现了，那就动手呗。行，那你们去吧。万一打不过，别忘了还有一个9阶巅峰的哥在这儿呢。到时候用传音玉牌直接联系我就是。别叫错了，你哥改名了，现在张扬。这边守卫怎么这么多？不对劲，越是这样，越说明有问题。玄机闭关3年，他的老巢不应该这么戒备。那个地方的气息不对，而且连我如今9阶的灵石都无法直接探查进去。玄机一定布下了最上级的隐秘阵法。让小生来试试。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为道即虚，虚者，心以此字探其本真。竟然是天魔气息，难道玄机才是与天魔勾结之人？谁知道呢？对了，听说闻到一个本命字只能属于一个人，你一人就独闪4字。怪不得世人都说你压得天下读书人抬不起头。此话把小生说得过于霸道。云华老祖，万妖宗怎么会有人知道我是谁？云华老祖，是我，青燕。青燕，你是小燕，你是1000年前我那个爱哭鼻子的小徒孙。是我，老祖，1000年了。我等了足足1000年了，我终于又见到你了。青燕，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在这里？当年焚天剑宗一事发生后，
你不是应该早就陨落了吗？当年您二位飞升之后，月渊飞升失败，对外宣称闭关3年。3年后他一出关，就在一夜之间打进了焚天剑宗和乾元书院。你说什么？月渊？他不是下落不明了吗？事情要从1000年前说起。当年我侥幸逃过一劫，从废墟里爬出来，听到的却是你们二位已经陨落的消息。不过看到老祖如今风采依旧，弟子就放心了。小燕，你怎么这么老了？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老祖，我不苦。这1000年我没有潜心修炼，而是选择拼命去探查当年的真相。那可有查到什么？我查到月渊其实没有死，也没有失踪，他换了一个身份，活到了现在。他在哪儿？就在万妖宗，旋即就是月渊。我现在就去杀了他！老祖，你不能去。为什么？您听我说，月渊筹谋的东西很大，关乎整个天苍界的安危。您现在去找他也没用，只会打草惊蛇。他既然能潜伏1000年，就一定有后路。那你的意思是，请老祖与乾元圣人出面，联合各宗修士一起讨伐围剿他。不然，哪怕您法力再强，他也会躲到您找不到的地方去。行，我们这就回宗，向各宗门广发讨伐帖。走。这3年躺平的日子真是舒坦啊！焚天剑仙前辈，非是晚辈不愿相助，只是此事涉及您与乾元圣人以及万象尊者之间的因果，我们小门小派实在不敢沾染，还望前辈体谅。二位前辈，如今尚无明确证据能证明玄机无法确认他与天魔勾结，我等贸然出手，万一伤了无辜，还请前辈三思。焚天剑仙前辈，我宗上下对您与乾元圣人素来敬重，但此事关乎重大，我等实在不敢随意插手。若日后有确切证据，我宗愿为天苍界倾力辅进。别听了，所有的回信基本全是这个意思。他们不敢出手也是情理之中。这个玄机不对，这个月渊又在这儿搞东搞西，那我们还等什么？直接行动啊！大哥，不管怎么样，等是没有用的，赶紧把这件事解决了为好，我也好继续在你们的保护下安心躺平。你我兄妹3人打上万妖宗。大哥，不好了，月渊内司跑了。大哥，怎么办？月渊内司已经跑了，那我们去哪儿找他？老祖莫急，我在万妖宗潜伏多年，知道玄机还有一个密殿，平日只有他自己和几个心腹可以出入。密殿？没错，就在偏殿地下，只是入口被阵法封住，晚辈无法解开。带路，我来开阵。这是天魔裂隙的完整布置图。这个竟然是月渊这厮千年谋略的亲笔记录，从灭我乾元书院开始，每一步都写在这里。你们来看这个，天魔用自己的力量，在永界为月渊种下了一个时空锚点，把月渊的命脉和天苍界所有生灵的本源绑在了一起。什么？这个锚点如果是真的，那他不就可以通过燃烧天苍界本源来战斗？没错，而且如果他死了，天苍界本源也会跟着一起寂灭，到时候整个天苍界都得跟着陪葬。他还和天魔做成了交易，等他彻底参悟这个锚点，就会强行打开天魔裂隙，制造第2次天魔浩劫。那月渊把这些东西留在这里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已经炼化锚点，马上要开启第2次天魔浩劫，以此来挑衅我们？差不多，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杀了他，就会打破天苍界本源，毁了天苍界；但如果我们不阻止他，他就会开启第2次天魔浩劫，让我们自己选。老祖，那我们怎么办？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天魔肆虐天苍界吗？可恶！而且不管做哪一种选择，那个主导选择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天苍界的掘墓人，替我通令天下宗门。大哥，不可！这是整个天苍界的命数，怎么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若天下倾覆，你深深沾染其中因果，恐怕会神魂俱灭。诸位不必再劝，天下存亡否，我张扬一力担之。大哥，如果你非要这么做，不如让我与舒墨陪你一起分担。没错，我2人怎能看着你一人承担如此风险？不必，这是我自己的事。我本来就只想要躺平，想要安稳。他月渊既然想要搅乱天下，打扰我这份来之不易的平静，那就是与我为敌。大哥，通告天下宗门，
天魔浩劫将至，我已至9阶巅峰，跨入半步飞升境，以天苍界最强之名，号令天下修士速来补天。早就该派人去盯着玄机，之前就觉得他不是个好东西。唉，你这话现在说有什么用？当初你们不也跟万妖宗称兄道弟的吗？行了，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云华前辈说的那些话，你们也听到。月渊把他自己的命轨和天苍界本源绑在了一起，他死了，天苍界也得跟着完蛋。那你说怎么办？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这不是把我们架在火上烤吗？当年万年前的天魔浩劫，是前辈们拼了命才把裂隙封印住的。如今要是再来一次，我们还能靠谁？难道指望那些前辈们再活过来一次吗？依我之见，能打要打，不能打更要打，反正不过一死。不可，这并非我等个人生死，而是关乎天苍界存亡。依我之见，绝对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大家都别吵了。张扬道友已经踏入半步飞升境，是当世天苍界最强。既然是他号令我们过来的，不如问问他有什么打算。说得对，我们应该问问张扬道友。张扬道友，既然是你号令我们过来商讨此事，不知你有何高见？诸位，愿补天者，请向前。那就打！我已炼化天苍界本源，谁人可杀我？谁人敢杀我？差不多了，第2次天魔浩劫将由我亲手开启。既然我不能飞升，那就让整个天苍界给我陪葬！月渊现身大荒，月渊现身大荒，补天者向前，向前！小宝睡了，睡了。睡之前还说要成为和你我一样的大剑仙。他会成为比我们更好的剑仙。只是今后若你我不在他身边，我相信小宝会在没有天魔的世界里安稳长大。走吧，前去补天。你怎么出来的这么慢？没看到我今日特意打扮了一番吗？如果到时候回不来，后人抬头就会看到天上那枚最亮的星子，就是我。向前吧，别让人等。御兽宗萧雨，前来补天！焚天剑仙、乾元圣人，还有张扬道友来了，我们有救了！哈哈哈哈哈！你们终于来了，我本以为你们会躲到最后一刻，没想到竟然赶来送死。你们放心，我不会直接打死你们，我要慢慢折磨，让你们亲眼看着天苍界一点点毁灭，让你们在绝望中死去。月渊，你当年也是3大天才之一，为何要走到这一步？为何要勾结天魔，将整个天苍界拖入浩劫？为什么？谁让你和舒墨和我生在同一个时代？知不知道我一直在拼了命的追赶你们，可你们还是比我先飞升。飞升一途本就各凭机缘，你为何要执着于此？都怪你们先飞升，只剩我一人留在天苍界。那年你们飞升之后，我就陷入了无尽的恐惧。我恐惧我无法飞升，我恐惧别人说我比不上你们，这份恐惧日日夜夜啃食我，最终我飞升失败，再无可能登顶大道，这都是你们欠我的。所以这1000年间无人飞升，也是你做的？没错，就是我做的。既然我不能飞升，那别人也休想。这1000年来，只要有人妄想飞升，就会被我截而杀之。哪个敢飞升，哪个想飞升，你大可过来一试。月渊，自己不能飞升，凭什么害了整个天苍界1000年？凭什么？谁让他们都能飞升，我却不能？难道我们平庸之辈就不配飞升吗？你别蹭普通人，普通人该你的呀。我杀他们，难道他们就没错吗？没错，你就是该死。怎么，嫌不够？你要是觉得不够，我也可以陪你一起死。当思念飞过夜空，宿主当前修为9阶巅峰，已觉醒能力摆烂掌、至尊剑气、鬼影石、玄羽法相、破妄刀。这才多久，
你竟然已经到达9阶巅峰了！那又如何？我平生最恨天才，而你是我见过最天才的天才，我不会轻易放过你。那就各凭本事。狂妄！既然如此，我就让你尝尝异界天魔真正的力量。玄冥幽渊，万魔朝宗，裂界之息，天无号令，巨魔现世。就这？为什么你打碎的天魔不会再生？你到底做了什么？你说呢？对了，你没有命鬼，所以你属于域外生物，天生能克制天魔。为什么没有命鬼？你的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你别说那么多，杀就是。行，这是你自找的。大哥，不要哭，我去看看大哥怎么样。你带着大家继续向前。舒墨，大哥还有气息，但紧不过来，我们必须撑住，不能让他白躺在这里。我知道了。诸位，没有流泪的时间了，向前，向前！焚天前辈，连最强战力都被打倒了，我们之中还有谁能打得过月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挥剑，一直挥剑。管他打得过打不过，向前，兴许能杀一个天魔。前方天魔太多，我们根本无法靠近裂隙，怎么办？那也得冲！难道站着挡死吗？别怕，所有人退至我身后。焚天逐海，你们跟在我身后向前即可，我来为你们开路。跟上焚天前至，他在前冲杀，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诸位道友，且向前！冲啊！小心！月渊，云华，1000年前的账该算了。你拖住月渊，小生来为他们开路。好。跟我走，我替你们开路。跟上前元圣人。你当世最强的大哥都倒了，你又还能撑多久？撑到你死为止。哦，你竟然想通过燃尽本源来和我打？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曾经的天才，马上就要本源亏竭，变成一个废物！哈哈哈哈哈！你少废话！焚天逐海！行啊，既然你要找死，那我就满足你。等下我就打碎你全身剑骨，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能活到那个时候再说吧。你的攻势比之前慢了。你很聪明，确实。我刚才和你大哥打斗完，又跟你车轮战，灵力已经所剩无几。但是你忘了，你这个畜生，你竟然敢燃烧天苍界本源供养你自己！只要能赢，畜生又如何？焚天剑仙也不过如此。怎么办？本源快燃尽了，浑身剑骨也碎了，连手都抬不起来了。云华，小雨，你快走！不行，我已经没有灵力了。云华，你怎么样？我马上要死了。我死后，你要替我收尸。
我喜欢温暖漂亮的地方。你别说了，萧姑娘，姥姥和玄龟老师他们怎么样？他们我知道了，没关系，没关系，你们马上都会好起来的。那些死去的人也都会找到一条生路。你要干什么？天地有生，万类同春。今吾以此身燃尽本源，现本命自生，与天地同归。真是个蠢货！就算你献祭了本命字又如何？天苍叶本源还是跟我绑在一起。你拼上性命，也只能暂时延缓天苍叶枯竭的速度。苏沫，你醒醒！你不是最讲究斯文了吗？怎么能睡在这种地方？谁能救救我弟弟？求求你们了！不管是谁，来救救我弟弟就好！好一出姐弟情深，可惜我已经玩腻了。检测到宿主在世界末日之际仍坚持躺平，完美践行躺平理念，境界突破至10阶。当前境界介绍：仙人之下你无敌，仙人之上1换1，同时觉醒新技能轮回印。大哥，你醒了？哥，你要去哪儿？他欺负你和书墨，我要杀了他。原来你还没死。你忘了，天苍界本源在我体内，你击败我，本源就会跟着炸开，天苍界也会一起毁灭。轮回印技能介绍：万事万物皆在轮回之中，宿主参悟多少，便可发挥出多少实力。那我就彻底斩断你的轮回。你什么意思？字面意思。万象归虚，一印封尘，塑其本，断其图。今日起，汝之命轨归吾所掌。怎么回事？你怎么可能把这个东西从我体内剥夺？它可是我的命轨！你凭什么斩断我的命脉？你不是没有命脉吗？原来没有，现在有了，但马上，这些都是你的。你疯了！你在胡说什么？你不是喜欢占领别人的东西吗？那这些都给你保管。不可能！你快让这些东西给我滚出去！天地为炉，造化为功，锁其魂，封其果，断其轮回，绝其归途。月渊之名从此不入诸天，不归万界。不，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不要这么对我。这次，你不要也得要。就算我以身化勇，不入轮回又如何？节气之中，你强行替天苍界逆转浩劫，根本承受不了这么重的反噬。哈哈哈！你我终归虚无。轮回印使用成功，宿主所创永界从此将同时存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哥，你没事吧？你怎么了？是你强行逆转封闭了天魔缝隙吗？我要怎么才能救你？小妹，别哭。你先听我说。好，我听着。你说。你知道吗？世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一生都在飞，唯一一次落地的时候，就是它要死的时候。大哥，你别说了，我去给你找世上最好的灵药，你一定会没事的。别哭，是你们成了我的双足，让我暂歇残心，让这具疲惫的灵魂有了片刻安宁的幸福。那是一种纯粹的，不需要思考的幸福。哥，不要睡。我们回家吧，我们回家好不好？
小妹，我困了。乾元圣人和焚天剑仙来了，两位前辈这次召集我们，一定是为了天魔浩劫的事。诸位，这一次天魔浩劫，我们能够无一人伤亡的度过，全是因为我兄长强行逆转了轮回，但也因此，他陷入了沉睡。什么？张扬前辈陷入了沉睡？怎么会这样？就没有办法救他吗？兄长强行用超越天苍界的力量逆转轮回，斩断月渊命轨，反噬太重。他的神魂如今已经被困住，所以无法醒来。那怎么办？难道就让我们看着拯救了天苍界的张扬前辈一直睡下去吗？诸位，小生有一个办法，还请诸位允许我二人为兄长建一座万灵神殿，凝聚天苍界所有生灵的祝愿之力，或许能助兄长早日挣脱束缚。请乾元圣人下令，我等愿为张扬前辈鞠躬尽瘁。让我先进去，我要做第一个进去的人。凭什么你先进去？我才是第一个。是乾元圣人和焚天剑仙！大家快让开！愿吾兄千秋万载自有归途。时间到了，万灵神殿马上要封殿了。听说万灵之主这些年一直坐在王座上睡觉，就能镇压天地邪气，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会醒来。乾元圣人说他这种情况是因为自身太强了，被自己的因果困在了睡梦之中，有可能马上醒，也有可能永远醒不来。整个天苍界谁不希望这位以一己之力改写天苍界命运的男人能够醒过来？兄长，我们来看你了。大哥，371年了，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醒？兄长当归，我是不是睡得太久了？恭喜宿主躺平数百年，终极进化，成就万灵之主，觉醒天赋无敌。技能介绍：天上天下，唯你无敌。